初秋的源头竹长什么样？没错，我知道现在是深秋了，但这是一期9月份的拖更视频，所以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6月初，我给大家介绍了夏日绝美景色的无锡源头渚，园内到处飘逸着蓝紫色的鸢尾和绣球花海。而现在时隔4个月，再次带来最新的源头渚景区风采。这期视频给大家介绍的是9月15号中秋节前夕，同时也是台风贝贝佳到来前一天的源头渚。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源头渚地铁站正在如火如荼修建中了。无锡地铁5号线源头渚站为了满足每年春天樱花季的高客流量需求而建，这是站台的效果图，届时将会有2个非常漂亮的下沉式广场。今年樱花期间，我多次游玩景区，也确实感受到进出园区的交通压力。相信随着地铁线的开通，将会很好的提升所有人的出行体验。但是开通时间仍需跨越3个樱花季，预计于2027年底、2028年初开通。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，紧接着又是小长假、国庆节，源头渚的樱花树上此刻挂满了彩灯和灯笼，还有很多对联：万浪卷来天青雪，从芦唱入树深鸥。不过台风明天就要登陆了，我们看到现在的游船、快艇都贴出了停运公告，太湖上的航线有不少都封航了。同时我也注意到岸边都围起了围栏，源头渚开园至今几十年都是没有围栏的，看湖的视野非常通透开阔，所以这次我一眼就觉得不一样了。樱花谷的景观桥也大有不同，之前一直是红色的，现在被刷成了天蓝色，搭配上自然风格的山石流水，水雾缭绕，春季樱花漂浮，秋季睡莲盛开，我觉得比之前的红色色彩更柔和，更加具有油画般的氛围了。夏末初秋的樱花树已是郁郁葱葱，在阵阵蝉鸣中给游客提供一片树荫得以乘凉，再过一阵子它们就会变得色彩缤纷，由绿转红而后落叶。以前完全没发现，原来樱花树下种了这么多彼岸花，现在正是盛花期，走到哪都是大片的花丛，花朵亭亭玉立的，非常轻盈。从樱花谷出来，打算到长春桥看看最美的樱花水上之路，忽然发现曾经开阔的池水种满了荷花，一眼望去还是很壮观的。现在我们已经错过赏荷的最佳季节了，多数的荷花变成了莲蓬头，但仍然能找到几朵或盛开或初开的花，非常漂亮。第2个发现就是长春桥边上，整个桥2侧的湖堤都围起了护栏，也许是出于对游客安全的考虑，比起之前的开阔视野，的确少了些兴致，有些角度的照片就拍不出来了。没想到去年我拍到的这些照片竟然成了绝版，好在护栏用的是木质框架，总体上不是太违和。趁着现在淡季，景区到处在更新维护，你看这座小楼，它每年都是我必拍的景致，每个季节来都能欣赏到它不同的美。这是去年拍摄的镜头，窗沿和墙根慢慢爬上的绿植给建筑增添了一丝生动，这种美感是建筑同时间、植物的生命、阳光、雨露共同缔造的美妙结果。现在这些爬藤植物被精心修剪过了，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长方形，显得有些可爱。不过它们很快就会再次萌发的。墙体的砖面也做了翻新处理，但总体上是在原有砖石造型不变的基础上翻新的，所以视觉上没有太大变化。这样尽量尊重原样的更新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，是对原始设计的尊重，也是对这栋建筑本身所经历的岁月的尊重。同样的建筑与时间的融合之美，也可以在这座太湖别墅的门楼上得到充分体现。那么和往年一样，明年春天我也将继续带大家一起云赏樱花。在这期间，很快我也将会带来深秋和寒冬的源头渚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，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